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了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，我是主持人叉叉 Y， 我是金老师。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《三国》这个电视剧的第33集。这一集呢，终于来到了非常非常著名而且家喻户晓的故事，也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当中的三顾茅庐。那这个登场的人物呢，就是非常有名的诸葛亮。哇，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。没错，33集啊，看得好累啊。但是这一集呢，我看得更累啊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因为光看这个刘关张三兄弟要去找诸葛亮3次，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说他一定会去3次嘛，所以他一定会说这一次去然后落空啊，这一次去然后遇到他的哥哥或弟弟啊什么的，然后那第3次才会成功嘛。这一整集呢，你就是要算那个次数，说好1次了2次了，终于到第3次了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觉得好啦，我可能有一点点先入为主的概念，就是你拖台前的意思吗？对啊，不管怎么样啦，就是说在小说啊，或是在任何的改编作品当中啊，诸葛亮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人物哦。那我就还蛮好奇啊，我虽然听过很多这种传奇故事啊，那诸葛亮他在史实上面的描述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物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诸葛亮这个人的来历吧。首先，诸葛亮，我要先说一下，他的姓氏是诸葛明亮。不是诸葛亮，你说金城武？对啊，城武好帅哦。对，没有，人家是复姓金城名武这个样子。是。那为什么特别要提他姓诸葛呢？因为他的祖先其实不姓诸葛，是姓葛这个字。根据史料无书的描述是说，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的祖先原本就姓葛。后来迁移到阳都这个地方，那因为为了要跟其他地区的葛家作为区分，所以到最后这个在诸县的葛家，索性就称呼为诸葛家。当然那是祖先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再说回到诸葛亮本身身上。诸葛亮呢，他的老爸是有当官的。但是诸葛亮的童年一点都不幸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诸葛亮很早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双亡了，他只好跟随着他的叔叔诸葛玄生活。那诸葛玄他后来因为一些际遇起伏的关系，选择移居荆州，诸葛亮就跟着一起搬到荆州。不然的话，所谓的琅琊在哪边？琅琊其实在今天徐州这一带，从徐州搬到荆州是有那么一段距离的哈。那虽然颠沛流离，可是诸葛家搬到荆州之后，发展的还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一家后来很成功的打入了荆州的人际圈。以诸葛亮举例，他后来就娶了荆州名士黄承彦的女儿。那小说啊，通常还会给这个黄家女儿取个名叫黄月英。根据描述，当时黄承彦是这么对诸葛亮讲说：我听说小伙子你最近想要娶老婆，这样好了，老夫我有个女儿，不过女儿长得很丑啦，才华倒是蛮不错的哦，跟你相配啊，你要不要呢？那孔明表示说愿意，我愿意娶你的女儿。当时很多人听到就说：哇，天哪，这么硬的你也啃得下去呀？还做了一个歌谣，歌谣当中有一句话叫做：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成丑女。就是以后啊，那个看人的眼光要准一点，千万不要选那孔明，谁都不好选，去选黄承彦那个丑女儿。这个算是一个典故。但是注意哦，女儿丑不丑是一回事，重点是岳父怎么样，是荆州的知名人士啊，所以诸葛亮本身就获得知名人士的广播或是提拔。不只是诸葛亮，诸葛家其实当时在荆州还有2个女儿，姐姐嫁给谁呢？同样也是荆州知名人士庞德公的儿子。庞德公他还有一个亲戚，他的侄儿叫做庞统，这个就有名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啊，那也只是一个地方有名望人士啊。好，诸葛家的第2个女儿嫁的人就更不得了啊，是荆州的蒯家。这个就是刘表当初来到荆州之后呢，他所依靠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氏族嘛。没错，2大家族之一啊，所以我们来看嘛，诸葛家的2个女儿都嫁给地方有名望人士。那诸葛亮本身他也是娶地方有名望人士的女儿作为妻子，而且重点是诸葛亮的妻子是刘表的夫人蔡氏的外甥。
生女，所以诸葛亮可以称呼刘表一声仪仗。你就知道说诸葛家虽然没有在荆州当官，但是在地方上已经隐隐有一股势力存在了。甚至某些史料会记载，这个刘表就想过说，听说我这个外甥诸葛亮，很多人称赞他的才华，小伙子也蛮不错的嘛。那作为他的仪仗，这样好了，小伙子来我底下当官啊，好来做事情啊。谁知道诸葛亮竟然拒绝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葛亮大概在等候一个更好的时机点。这边就要说到诸葛亮这个人的特色。史书记载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身高很高，8尺，8尺大概多高？今天的184公分。这个身高摆在现代也是很高的身高。你要知道古代营养是不如我们现代的在那种营养条件情况下，诸葛亮还可以长到身高8尺，所以才会特别被史书描述。不只是身高8尺而已，诸葛亮的言论也很特别。他常常就对别人讲说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才华怎么样？大概就跟古代的管仲、乐毅差不多。那可能观众不知道说啊，管仲、乐毅是谁？管仲，早年的历史课本会提到春秋五霸嘛。那春秋五霸第一个霸主叫做齐桓公。齐桓公能够当上霸主，就是多亏于管仲的辅助。所以管仲，孔子也给他很高的评价，说管仲这个人怎么样？尊王攘夷，就是尊重周王室，又协助齐桓公抵抗了外族的入侵。哇，管仲整个是我们汉族的重大救星啊！你看，这是孔子对于管仲极高的评价。那乐毅呢？春秋下个时代是战国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战国七雄吗？乐毅就曾经率领着联军，把齐国差一点点全部都给消灭了。全盛时期的乐毅担任5国联军的总司令，所以这个人是又有军事才华又有政治才能的。简单来讲，这2个人在古代，哇，那都是顶尖人物的代表。结果诸葛亮讲说，你知道我的才华就跟他们2个差不多，就相当于今天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，他告诉你说，支持我，我要出来参选，支持我，投我一票，让我进入政府当官。你知道我的才华大概就跟丘吉尔还有罗斯福是一样的。我本身的才华就跟丘吉尔一样啊，可以撑过最黑暗的时刻嘛。跟罗斯福啊，美国历届总统排名都一定排到前3名的一位。总之，我就是这么有才啊！哈，这个人这么说话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很自大啦啊！对啊，就是旁边人都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不知道干什么哈，小伙子年纪轻就口出狂言哈。大部分人都嘲笑诸葛亮，你看嘛，他已经被嘲笑2个点了。第一个被嘲笑点就是，哎呀，他有老婆的眼光真差劲。第二个，小伙子没事做白日梦啊。而且诸葛亮平常还特别喜欢唱歌，唱什么歌呢？这首歌叫做《梁父吟》。梁父吟在说什么样的故事？在说古代有个顶尖的谋士叫做晏婴，那这算是一个典故啊，就是说齐国有3位勇士，3位勇士都非常的跋扈。那晏婴作为齐国的臣子，就觉得说这3个勇士已经跋扈到说可以威胁到国家安全了，那要怎么解决掉这个3个勇士呢？最后晏婴就决定说，来，故意趁国君摆宴席的时候，晏婴就说，哎呀，有2颗桃子啊，美味的桃子，这是很重要的礼物。这样子好，国君你就把这2个桃子赐给国内最厉害的2名勇士吧。然后国君就说有道理。那大家来说说看，就是谁有资格来拿这2个桃子呢？那这3名勇士前2名就跳出来说，哦，我很屌，我很厉害。然后国君说，对，赏你1颗，第1颗给第1个勇士，第2颗给第2个勇士。结果没有第3颗啊，第3个勇士就站出来说，我也办了很大的功劳啊，结果我没有桃子可以吃然后晏婴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将军不要生气这样好了，下一批桃子长出来之后优先给你结果古代人因为他是很重视荣誉的，他就说不行，我觉得我的功劳没有获得承认，我受到莫大侮辱。于是第3个勇士就啪自杀。此时另外2个勇士看到就说，因为我们2个人竟然害死了第3个人，我们还有脸目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啪，也跟着一起自杀。这个在古代叫做2桃杀3士。你看，只用2颗桃子就解决了3个麻烦的敌人。梁父吟
就是在讲这段故事。OK， 听起来很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想看，一个年轻人平常的时候跟你说，我就像那个管仲乐毅一样那么厉害哦。好，平常喜欢唱歌，唱的什么歌？二桃杀三士，晏婴好厉害。二桃杀三士，多么美妙的计谋啊！好，再说看，你对于这个年轻人到底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他有点自视清高啦，这些一般的那种世俗凡间事物啊，不要找我啊。对，反正就是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嘛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事后也知道，诸葛亮真的高人一等嘛。重点是谁有那个眼光，真的认识到诸葛亮是个人才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后来刘备录用了诸葛亮。那这边就要提到三顾茅庐这个典故了哈。一般来讲，《三国演义》就演到三顾茅庐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拜访了3次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扑空嘛，第2次扑空嘛，第3次总算见到面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诸葛亮还名副其实是个卧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睡觉。后来是被吵醒了之后，见到刘备，两个人才开始相谈甚欢。但是说真的历史当中并没有很详细记载三顾茅庐，是诸葛亮在他自己的出师表当中是这么写的：先帝不以臣卑鄙，威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。出师表是对刘备的儿子刘禅写的嘛，对不对？就说你老爸不认为我是个小人物，他愿意折损自己的尊荣地位，多次三顾，这边的三可能是指多次的意思，多次来我家拜访，请我出山，意思就是我很怀念刘备当年，就是主公当年礼贤下士的风范。再次强调，三这边是指多的意思，比方说三人成虎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，事不过三啊，这些的三都不是指确切三这个字，而是指很多次的意思。好，重新说回来，那刘备拜访诸葛亮很多次，这其实是有个问题的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假设刘备今天是一个公司，公司的老板要去聘用人才，人才难得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才你拜访了好几次，你都无法谈妥，就是你猎人头一直猎，结果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就等这个人到底答不答应。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老板这样做，不知道叉叉 Y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哇，那这个人应该是很重要啦。对，为什么刘备会认为诸葛亮很重要呢？当然除了别人的推荐之外，事后证明刘备这一切的时间成本全部都是值得的。为什么？最后诸葛亮有为刘备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规划，这就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。在隆中对，简单讲，在诸葛亮他的家中他就很明显告诉刘备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先有未来的战略。什么是未来的战略呢？第一个，今操以勇100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的敌人是曹操，但问题是曹操怎么样？他现在已经有100万之众了。重点是怎么样？汉朝的话语权在他手上啊，你跟他硬碰硬，那是绝对拼不过的。所以你不要主动去招惹曹操。第二个是什么事情呢？孙权具有江东，以立三世，国险而民富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孙权啊，他们在江东已经经营了3代，势力很稳固了。他是你的援助，但你也千万不要去打孙权的主意，因为你是打不过他的。那将军，你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就是荆州以及益州这2大块的地盘，你一定要掌握。当你掌握了荆州跟益州的时候，你就等待天时。什么意思？如果北方，也就是曹操的统治区，发生了重大变故，出现了极好的战略良机的时候，主公，你派遣一名大将从荆州出兵攻向洛阳那一带，而主公你自己呢，率领部队从益州出发，攻向长安，最后与荆州的部队会师在洛阳，就是所谓的前行攻势。只要攻下洛阳、长安，汉室可兴矣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马到功成的时机点了。那刘备一听就是哇，花了这么多趟没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刘备为什么都已经到了33集了，电视剧的33集啊？
你有没有发现他真的是一事无成？是啊，就是屡战屡败嘛。那他为什么屡战屡败？答案是刘备他本人没有长期战略的规划。像是他偶然之间获得徐州百姓的支持，占领了徐州，然后后来他就没有能够保护他的后方嘛，结果就被吕布偷袭。你看看这是个多么失败的一个经营，对啊，老巢都被人给偷走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之后刘备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然选择跟曹操结盟嘛，或者说他成为曹操有一段时间的属下嘛，之后选择背弃曹操来到徐州。那又然后呢？刘备重新拥有徐州之后，他有什么战略规划吗？还是没有啊？他最多的战略规划就是等着袁绍来救我。那问题是袁绍不救你怎么办？那事实上证明后来袁绍真的就是晚一步啊，没救到你啊。于是刘备又失去了地盘，如今你才沦落到荆州。老兄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新的战略规划？如果你再没有战略规划，下一步就是怎么样？你又要再颠沛流离啦。所以刘备这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才华，而是他没有明确的战略观，而诸葛亮就很明确跟你指出说，你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哪边，你未来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，有哪些时候是你的必要充分条件。也因此，刘备遇到诸葛亮，后来才一拍即合，从原本到处四散奔逃一个失败的军阀，后来足以三足鼎立。所以话说到这边啊，我觉得在看三顾茅庐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拘泥在所谓的三顾茅庐嘛，他去了3次，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这些事情的过程啊，包括什么张飞去放火啊，刘关张他们在外面哭等啊，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呢，就是诸葛亮他提出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观，然后让接下来的刘备呢，他比较有方向去经营他自己的势力啊。是，所以以上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。我们介绍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啊。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。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